嗨，大家好，又係我 Patrick 喎。股神巴菲特喺最後一次股東大會中呢，試圖點醒呢個特朗普。特朗普口中嘅蠢材鮑威爾呢，點解仍然唔減息呢？我相信好多網友都好似我一樣噶啦，有一個疑惑，點解白銀喺2025年升幅並未跟得上黃金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呢個禮拜嘅關鍵呢係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儘管特朗普不斷施壓要求降低利率，美國聯儲局公佈議息結果，一如市場預期，維持利率不變，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維持喺4.25至4.5厘，符合市場嘅預期嘅，反映出聯儲局喺當前經濟環境下呢不敢貿然行動。特朗普喺禮拜四呢又指名道姓炮轟鮑威爾啦，以貶義更重嘅蠢材，話佢什麼都不懂。截至5月10號各項指數嘅印記，美匯指數自1月下跌咗7%，報100.42。10年期國債呢自1月初下跌咗3%，報4.38。道指報41,349點，標指報5,659點。納指報17,928點，分別從近期嘅高位下跌8%、8%同埋11%。黃金報3,325美元，自1月呢就上升咗27%啦。白銀報32.81美元，亦都自1月上升咗14%。喺禮拜四，華爾街風險偏好情緒呢佔據主導，股市上升，債券下跌。因為特朗普宣布同英國達成貿易協議，同時指出如果中國談判進展順利呢，關稅可能降低。佢表示投資者應該立即買股票，咁股市呢就連升2日啦。世界真係變，總統叫人買股票。鮑威爾喺記者會上表示：我哋現在呢處於一個可以靜觀其變嘅位置，我哋唔覺得需要急於行動嘅。現在保持耐心係適合嘅。鮑威爾表示，如果呢啲大規模加徵關稅持續存在呢，佢哋呢好可能呢會推高呢個通脹，拖累經濟增長並抬高呢個失業率。佢認為呢關稅對通脹影響呢可能係短暫嘅，主要表現為物價水平嘅一次性上移，但也不排除呢可能帶來更持久嘅通脹壓力。特朗普一再表示，聯儲局應當盡快下調利率。鮑威爾話：現在呢仍不能採取預防性減息嘅做法，因為喺更多數據出嚟之前呢，我哋其實呢唔知道正確嘅反應應該係乜嘢嘅。鮑威爾又話：我從未要求同任何個總統會面嘅，我唔會咁樣做，通常都係對方提出會面嘅。今次同上次議息不同嘅就係聯邦公開市場會喺今次議息聲明呢開始強調，儘管淨出口波動影響數據，今年首季國內生產總值 GDP 增長跌至負數。近期數據顯示經濟活動呢仍以穩健嘅步伐擴張。然而聲明嘅第二段呢再增添咗失業率同埋通脹上升嘅風險升溫一句，並指經濟前景呢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喺上一期播出後呢，有網友留言，佢問可否要技術分析講解點解黃金會喺2900至3200區間上落。咁呢，我就應承佢喺呢集我會解釋下嘅。睇開我嘅片嘅網友呢都應該知道嘅，我係唔信圖表嘅技術分析嘅。咁樣我講黃金短期喺2900至3200美元區間上落係有什麼根據呢？其實呢，我係問 AI 喺6月底黃金價格係多少嘅。咁綜合國3同埋 DeepSeek R1用25至30個最新市場分析同埋資訊得出呢個結果嘅，我覺得佢係有一定嘅可信性嘅。唔知大家有啲咩想法？
歡迎大家留言俾我。跟住呢，又有網友問喎，佢話呢，一向呢有跟開我嘅分析嘅，但係2025年呢，只剩下5月同埋6月，係啦，冇錯，喺差不多1年前呢，我開始講嘅。我相信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呢，最有可能喺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現在呢，只剩5月同埋6月喎。如果到時乜嘢都冇發生嘅話呢，我會點樣做呢？我會喺呢集最後咧解答呢個難題嘅。現在咧，如果你未訂閱咧，請你訂閱，按下個點讚同埋個鐘仔，呢個代表你對我嘅支持同埋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嘅。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rade can be an act of war, and I think it's led to bad things. Just the attitudes it's brought out in the United States. I mean, we should be looking to trad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we should do what we do best, and they should do what they do best. Trade should not be a weapon. 前邊巴菲特嘅講話呢，我係十分認同嘅。根據 CNBC 喺5月3號嘅報導，94歲嘅股神巴菲特喺投資旗艦巴郡股東會上表示，佢認為咧時機已到，年底咧應該讓呢個阿貝爾成為公司行政總裁。巴菲特又喺會議上批評美國強硬嘅貿易政策對全球其他國家徵收懲罰性關稅係大錯特錯嘅，但佢咧未有直接點名總統特朗普。佢強調貿易咧不應變成武器 ，Trade should not be a weapon。我確實認為咧，如果世界其他地方變得更繁榮，我哋咧並不會因此而受害嘅，我哋亦會變得更加繁榮喎，而且會更感安全。佢又呼籲恢復建立喺互利基礎上嘅建設性貿易關係，而不是零和嘅遊戲。巴菲特又表示，貿易同埋關稅可能是一種戰爭嘅行為，美國應該咧尋求與全球其他國家貿易，彼此都該做自己最擅長嘅事。佢續指，我認為咧設計一個只有少數國家說哈哈哈，我哋贏咗世界並不是一個好主意。喺我嚟睇咧，當75億人不喜歡你，卻3億人卻自鳴得意，吹噓自己做得有多好時咧，呢個係一個巨大嘅錯誤。咁我完全同意佢嘅講法嘅。由於特朗普政府喺關稅議題上咧立場有所軟化，過去一個禮拜黃金版價格咧回落數個百分點，而股市咧則表現活躍。未來幾日發布嘅收益報告咧，將揭示喺混亂嘅2025年第一季中銷售額同埋利潤是否保持穩定。上個禮拜金價下跌80多美元，跌幅2.6%，至每盎司3246美元。但世界各國央行咧持續大幅購買黃金喎。喺呢個2025年第一季咧，購買量達到244噸，比5年嘅季度平均值咧高出25%。世界黃金協會話，各國央行黃金購買量仍保持喺過去3年季度範圍內。2024年央行官方黃金需求連續第3年超過1000噸。咁樣係邊啲國家正在購買黃金呢？波蘭國家銀行係2024年最大央行黃金嘅購買，並喺2025年前3個月咧繼續保持第一嘅位置，增加咗49噸。喺暫停報告黃金購買量6個月後咧，中國人民銀行咧喺11月再次公布購買量。中國央行喺第一季第2大嘅買家，其官方儲備咧就增加咗13噸黃金。呢個就令到其官方黃金持有量咧達到2292噸啦，約佔其總儲備嘅6.5%。哈薩克國家銀行喺2月出售咗8噸黃金，但喺第一季度咧卻淨增持6噸黃金。哈薩克央行3月重新轉向購買，增持咗11噸黃金。呢個得使官方黃金儲備量咧達到291噸啦。過去幾年嚟咧，捷克國家銀行一直緩慢增加黃金嘅儲備，捷克第一季又增持咗5噸黃金，比2021年底咧增加咗4倍。
印度央行發表半年度外匯儲備報告，提及截至今年3月底，央行持有黃金879噸，較去年9月底咧854噸咧增持咗25噸。印度儲備銀行喺2024年成為第3大嘅買家。世界黃金協會預計央行增持黃金趨勢咧將持續落去嘅，並指出多元化同埋減少美國資產係推動央行購買黃金嘅因素之一。換句話講，呢個就係去美元化啦。現在咧就睇下點解白銀喺2025年嘅升幅並未同步跟上黃金。2024年無疑係黃金市場嘅豐收一年，呢種古老嘅貴金屬展現出驚人上漲嘅動力。根據世界黃金協會數據，以美元計價嘅黃金喺2024年全年累計漲幅達27%，期間更創下連續40次刷新歷史紀錄嘅驚人表現。進入2025年之後呢種漲勢絲毫未減。白銀市場雖然也有上漲，但表現明顯落後於黃金。數據顯示，白銀價格喺2024年上漲約27%，看似同呢個黃金相同嘅。但若考慮到白銀通常具有更高嘅波動性，同埋喺牛市中應有超額嘅表現，當黃金喺2025年初加速上漲時白銀並未同步跟上呢種節奏。截至2025年5月10號，白銀收市價為32.81美元，雖處於相對嘅高位，但距離喺2011年創下嘅49.55美元嘅歷史高位仍有相當嘅距離。從投資需求角度觀察，兩者嘅差異更為明顯。全球央行喺2024年購買黃金總量達到1045噸，連續第3年超過1000噸嘅，顯示機構投資者對黃金強勁嘅需求。相比之下，白銀投資嘅需求雖然也有所增長，但主要係來自工業嘅領域同埋部分散戶嘅投資，缺乏類似央行呢樣大型機構購買嘅支撐。黃金作為冇主權信用風險嘅全球硬通貨，使其喺動盪時期成為資金首選嘅避風港。而白銀雖然也具有一定嘅避險屬性，但更多被視為窮人嘅黃金，喺機構投資者同埋央行層面缺乏同等級別嘅認可度。呢個就導致其避險需求驅動嘅市場中難以跟上黃金嘅步伐。進入2024年底美聯儲政策立場出現微妙嘅變化。雖然喺12月宣布降息25個基點，同時就釋放偏鷹嘅信號。從長遠嚟睇市場分析師普遍認為美聯儲已進入降息嘅週期，呢個將為黃金提供持續嘅支持。對白銀而言利率環境影響更為複雜。一方面同黃金係類似嘅，利率下降理論上應利好白銀嘅，但白銀具有更強嘅工業屬性，其價格走勢同經濟增長嘅預期嘅關聯性更高。喺2025年市場對全球經濟增長嘅前景存在較大嘅分歧，特別係特朗普關稅政策可能影響全球貿易嘅背景下，呢種不確定性抑制咗白銀嘅表現啦。工業應用需求差異嘅解釋啦。2024年到2025年間黃金同白銀表現分化關鍵嘅因素。黃金工業應用僅佔需求約10%，相比之下白銀工業嘅需求佔總需求嘅比重超過50%。特朗普政府對進口汽車徵收25% 關稅嘅政策喺2025年4月2號生效，呢個可能對全球汽車產業鏈造成衝擊，進而影響白銀嘅需求。不過，如果白銀能突破34.4美元下一個目標就係40至50美元。喺圖中呢集我詳細解釋支持白銀上升嘅原因，其中亦都指出34.4美元嘅重要性。我將呢集嘅連結放咗喺圖中嘅右上角，如果大家未睇過一定要去睇下啦。
跟住落嚟呢個消息呢，可信性呢雖然不大，大家可以呢當古仔咁聽下。係咁樣嘅，馬斯克同特朗普呢喺呢個2025年係下一場革命嘅終極權力二人組喎。以下呢係震動金融界嘅熱門話題。喺2022年呢，馬斯克暗示 Tesla 呢可能會進軍呢個採礦業嘅。佢嘅目標係乜嘢呢？就係確保呢個電動車、太陽能板同埋人工智慧技術嘅關鍵材料喎。如今特朗普回歸，推動咧親商政策同埋放寬管制嘅政策，呢個可能咧為馬斯克嘅願景成為現實喎。想象一下呢個標題：馬斯克購買銀礦為 Tesla 未來提供動力。呢個就係點解佢係有可能，同埋點解係咁重要添。板係 Tesla 嘅命脈喎。如果冇咗佢咧，電動車生產同埋清潔能源創新就會停滯㗎啦。特朗普嘅新政策咧係開闢咗呢個道路喎，放寬管制可能會為 Tesla 呢樣嘅公司咧帶嚟前所未有嘅自由，嚟確保供應鏈嘅安全。市場混亂嘅局面咧即將出現㗎啦，甚至有傳言馬斯克將進入板市場添，呢個都可以導致板價格飆升。雖然目前咧仲未有任何消息得以證實，但馬斯克咧已經顛覆咗佢所觸及每一個產業喎。而特朗普嘅政策咧，亦都讓呢個時機變得完美。2024年咧，板價格咧飆升23%。如果馬斯克進軍白銀嘅行業咧，白銀嘅價格可能會暴漲，白銀價格咧將會升至3位數字啦。美股市場咧正在上升，大部分經濟標題咧都係樂觀嘅。但如果你感覺有什麼不對勁咧，你並不孤單喎。喺所謂復甦嘅表面之下咧，數據咧卻講咗一個截然不同嘅故事。首先，消費者債務剛達到創紀錄嘅18兆美元，信用卡拖欠率已回升至大衰退時間嘅水平喎。次級汽車貸款違約率咧創30年嚟最高。與此同時，商業房地產拖欠率咧接近4年嚟咧最高嘅水平。摩根大通首席經濟學家 Bruce 表示，美國政策組合似乎正在進一步轉變，或許咧係冇意義嘅，不再支持當前嘅經濟擴張喎。喺4月初，摩根大通研究部將2025年發生經濟衰退嘅可能性咧提高到60%。儘管最近關稅有所變化，或會延遲發生，但該研究部咧仍維持呢項嘅預測喎。雖然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 NBER 並未宣布經濟衰退，事實上 NBER 嘅工作咧係如喺比賽結束後咧作出正式嘅判決。呢個意味住咧，我哋常常直到經濟衰退已經開始，甚至結束時咧，才意識到自己正處於經濟衰退之中。我認為咧，我哋已經陷入經濟衰退㗎啦。接住落嚟發生嘅事情咧，就可能會跟2008年睇起嚟咧，好似一場熱身咁樣。喺繼續講落去之前呢，我先解答前邊網友俾我嘅難題喎。如果6月底經濟衰退、股災或者滯脹都冇發生，咁我會咧利用最新嘅科技，我會問 AI 究竟我估計嘅情況幾時會發生。但目前呢，我仍然相信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最有可能喺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白銀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白銀下跌咧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白銀咧就會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上4000美元，白銀亦都會升上100美元喎。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喎。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
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呢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呢，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呢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